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近日，保险比较平台 HelloSafe 发布了2025全球最安全旅游国家排行榜，这可是全球保险和旅游机构都非常关注的榜单，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旅行保险定价和目的地推荐。榜单评分从1到100分，记住了，分数越高代表风险越大。这次新加坡以 19.99 分，全球排名第2，亚洲排名第1，仅次于冰岛的 18.23 分，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低。更惊人的是，最危险的国家竟然也在东南亚。那么排名最后一名究竟又的是谁？为什么？数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别眨眼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一次带你解读这份全球最权威的旅游安全榜单。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治安好，但你知道吗？在这份榜单中，新加坡在多个方面的表现几乎都是教科书级的存在。比如，它几乎没有地震和台风这样的自然灾害风险，社会治安也是全球数1数2，就连深夜出门散步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再比如，它拥有亚洲顶级医疗体系。2024年，新加坡的医疗保健系统在全球医疗可及性指数中排名亚洲第1，世界第8。所以，新加坡的安全可不是空口说说，而是硬数据撑腰。这时候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新加坡做到这一步最大秘诀是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份榜单到底怎么评出来的？ HelloSafe 的评分体系其实非常专业，它综合了5大类指标，补视频感觉打分。第一类，自然灾害风险，比如台风、地震、洪水。第二类，社会暴力，包括治安状况、犯罪率。第三类，看这个国家是否卷入国内或国际武装冲突。第四类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是否健全。第五类，国家的军事化水平，过高的军事化往往意味着潜在冲突风险更高。新加坡能做到全球第2，正是因为在这些维度上表现几乎是全优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根据新加坡警方的数据，2024年整体罪案率是每10万人口约560起，这个数字比日本、瑞士还低。而在自然灾害方面，新加坡没有重大地震记录，历史上台风登陆次数为0，而且它的防洪系统也是世界级的。滨海堤坝、蓄洪池和高科技排水系统让城市在极端暴雨时也能迅速排涝。所以新加坡能跻身世界前列，并不只是小国幸运，而是长期投入治理的成果。不过你肯定好奇了，那最危险的国家是谁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说到最危险国家，也就是这次榜单上排在倒数第1的，竟然是东南亚的菲律宾。它的综合得分高达70多分，比乌克兰的 48.42 分还高，也比叙利亚、伊拉克更高。主要原因是什么？3个字：社会暴力。菲律宾长期受到地方武装冲突的困扰，比如棉兰老地区的安全局势一直不稳定，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，每年台风季都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。光是2023年，菲律宾就有20场台风登陆，其中至少5场造成大范围洪水和山体滑坡。医疗体系呢？资源分布严重不均，大城市可能还可以，但偏远地区医疗可及性非常差。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菲律宾风景优美、物价便宜，但在安全榜单上却敬陪末座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，你有去过菲律宾的经历吗？安全体验如何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看看全球还有哪些国家排名意外。除了新加坡和菲律宾，这份榜单还有不少冷门数据，比如法国以36分排在全球第80位，在欧洲都排到第34，仅比俄乌冲突区稍好一点点。这主要是因为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街头骚乱和恐袭事件，让社会安全指数受影响。再比如美国以 59.47 分排到全球倒数第14位，美国的高分主要源于枪支暴力、社会分裂和医疗保障不足等问题。你能想象吗？美国的得分甚至比乌克兰还高，堪称意外。这也提醒我们，选择旅行目的地时，不能只看经济发达与否，还要看真正的安全指数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全球安全的旅游典范？综合来看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安全旅游地之一，靠的是多方面的长期投入。
它的社会治理稳定，基础设施世界领先，医疗体系健全，而且自然灾害风险极低。对于旅行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心探索夜市美食，放心在深夜地铁里穿梭，甚至在滨海湾夜跑都不用担心意外发生。而反观一些得分高风险国家，不只是治安或自然灾害，医疗资源、基础设施不足等也都是关键影响因素。所以如果你还在考虑假期去哪，不妨把新加坡列入你的优先清单。最后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。你在新加坡的旅游体验如何？你有没有在旅途中遇到过安全问题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拆解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会带来更多全球旅行冷知识，别错过哦。